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提任何要求。停止检查我能接受，甚至我都能接受。我只是想以咨询的身份参与孩子的治疗，我想为他做点事儿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不吃饭不睡觉，你需要踏踏实实的吃顿饭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跟 NICU 的人打过招呼了，孩子出现任何问题，他们会马上联系我。水我放好了，你去洗个澡，然后睡一觉。我电话呢？我打电话去。去洗澡，睡一觉。同志们，自古以来，我们医生就秉承了一种职业精神，不管你是谁，你是达官显贵也好，啊，你是平头百姓也好，你在医生面前就一个身份，病人。任何一个医生没有权利对病人进行道德审判、区别对待，这不可以。可是现在网上都疯传，说我们仁和医院的医生羞辱病人，把人都逼死了，就是因为他道德上有污点，他是第三者，这个怎么解释呢？杨主任，赵副主任，我是急诊科领导，我来说明一下。羞辱病人的说法并非事实。这件事发生在急诊，当时他男人的原配夫人拿着鸡蛋要去打他，我们的大夫为了保护他，还被砸了一身。这个过程，急诊医护都看到了，好多病人也都在场，都可以证明。不仅仅是这个急诊的事情，还有网上在传一张照片，陆大夫和柳玲的家属发生了冲突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件事纯属巧合。柳玲和她前夫的女儿都在我们医院就诊，孩子认出了她妈妈，她的奶奶就拉着陆晨曦去证实，柳玲又不想认孩子。哎呀，这件事太复杂，说来话长了。总之，孩子的奶奶一直在场，她都可以证明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医院为什么不在官方的渠道进行回应呢？网上吵起来了，越闹越大，媒体都在质问我们，我们现在非常被动，不知道吗？这件事情
涉及到病人的家庭情况，属于个人隐私。即便公布，也会隐去很多重要的信息，不可能说得太清楚。所以我只能说，一切都在调查当中。但很显然，这样没有办法安抚情绪。即使是阴错阳差是事实，可是这个陆晨曦一意孤行也是事实吧？患者产后激素水平不稳，而且他个人又有特殊情况，这些他都是知道的呀。他为什么不考虑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，一味的施压？为什么不给患者一点时间啊？为什么不让患者的家属来做这个决定啊？2公斤不到的孩子有食管气管瘘，一旦吸入性肺炎发生，原本50%的治愈可能就降低到1%啊！钟主任，这种说法我不同意。48小时之内手术，这都是可以接受的呀。再加上我们有专业的 NICU 的护理，怎么就不能再等等呢？当然了，越早手术，并发症的可能性越小，这我们都知道，那只是几率的问题嘛。更过分的是，为什么到现在为止，这个陆大夫依然还在负责着这个孩子的治疗？因为他专业最强，对病人的病情最了解。专业强就可以不相信孩子的母亲吗？就可以武断吗？柳玲生前不认她前夫的女儿，而且也表示过放弃对新生儿的治疗。那么我们怎么相信她对这个孩子还有爱？她愿意为这个孩子负起生命的责任吗？现在出事儿了，都说她是受害者。那么假如她没出事儿，而这个孩子因为柳玲当时不同意治疗而过世了，舆论现在是不是又要拷问我们，为什么不去救这孩子呢？齐大伟，你别着急，你听我说。你让开！齐大伟，你让开！这事跟你没关系。你让开，怎么就突然自杀了呢？人已经这事没完。就算你把医生打了，医院砸了，他人也回不来了，你闹什么闹？你别闹了。你让开！跟医生没关系，齐大伟。你冷静点，就这样，你别去。跟他妈医生没关系，跟谁有关系啊？这医院大夫一开始就欺着他，一直跟他拧着，现在都出了人命了，你还拦着我呀？你长点良心好不好啊，齐大伟？就算全医院的人都在骂他，一个大活人能被骂死吗？你理智一点，齐大伟。是因为你的工程出了事，让他觉得生活没了保障，他没办法了，他才……离婚协议我跟他说了，我都给他看了，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。我在公安局介入调查的时候，具体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啊，他凭什么就觉得生活没有保障了？再说了，我在里边的事情，赵秘书都会跟他说的，他。
姓赵的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不管这个母亲对孩子能不能负得了责任，但是作为一个医生，绝不能因为这个患者本身的背景而影响了对他的治疗和交流，这样是很不专业的呀。在座的，少说也当了20年的医生了，谁能保证这么些年来保持绝对的专业？我不是说我们没有错，只是说这么多年来，任何一个临床大夫不可能一点错都不出。错也是有大有小，有轻有重的。现在这个错直接的后果，就是造成了患者在院内自杀嘛。我们临床的知道，我们是为了治病救命而犯的错，可是家属呢，社会呢，媒体呢，你们的胆子太大了，直到现在还不停止陆晨曦的工作，还让他继续给孩子治疗。你们考虑没考虑到影响啊？自杀的救不过来了。临床医生管不了规定，管不了舆论，其实我们也管不了生死。我们能管的就是尽力治病。现在就是要拿出最好的治疗方法去救治这个孩子，给他最了解他病情的最好的医生。现在我只能说，但尽人事，各凭天命吧。就算他知道我没有钱了，就算是他知道孩子有了问题，他跟我说不就行了吗？一块治病呗，能有什么呀？事情出了，你当然能这么说，可当时呢，谁敢相信你啊？5年前，宁宁被确诊得了白血病的时候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有打算跟我一起扛吗？你就是想要趁着我们年轻，再赶紧生一个。而我呢，全心全意，只想着治好宁宁的病。后来，你就把我们娘儿俩扔在加拿大，自己一个人跑回国，找了这个柳玲，让她再帮你生一个。当他的 B 超让他知道他的孩子可能有先天畸形的时候，有我这个前车之鉴，你觉得他能相信你吗？他能相信你会跟他一起抚养一个可能有终身残疾的孩子吗？如果你真的为了这个官司倾家荡产的话，他会成为你一个更大的负担。你能接着他吗？那他也不能瞎想啊，他猜什么猜呀？他再等我几天不行吗？糊涂。产后本来就是容易抑郁的时期，你知道的。他不是个坚强的人。别哭了，这个时候多想想孩子吧。我问过了，第1期的手术非常成功，愈后完全康复的可能已经有了80%。但是就这1年，这孩子需要全心全意的陪护。齐大伟，
宁宁永远都有我，但这孩子，他只有你了。去看看孩子吧。醒了，才睡了1个小时吧？睡不着了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我看见你留在厨房里的半成品。你昨天是想做成油焖大虾、水煮肉片、清炒西兰花，还有牛肉羹吧？差不多吧。本来想给你们露一手，结果还没开始做，你电话就打进来了。我就想把这些菜做出来。我要是做的不对，你必须告诉我。虾不是你说的油焖大虾，是我爸做过的一种虾，我吃了觉得不错，打算给你们尝一下。虾头跟虾身子要分开做，头得先过油，炸酥了，裹上干淀粉。虾身子要用番茄酱炒，酸甜口的。这叫1虾2吃，没吃过吧？是，还真没吃过。我们科室人员紧缺，岗位流失比较严重，护士半年不满员了。管理上确实存在漏洞，我申请处分。但是陈教授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真的只能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我说完了。但尽人事，各凭天命。用在临床治疗可以，但我想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，这8个字恐怕很难服众。我们怎么跟患者家属和社会交代呢？我们说，陆晨曦是个好大夫，因为救孩子心切，忽略了60的精神状态，才导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。这种说法，患者家属和社会恐怕很难接受吧？我就是把在座所有的大夫都处分一遍，恐怕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吧。而谁呀？我傅博文，是老傅。他虽然现在病休，还没有卸职嘛，是我通知他来的。哎呦，魏院长，郭院长，张副主任啊，聊下张副，哎，大家都到了，我还请来了一个人。修老来了。哎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好久不见，老梁。是啊。这位是？哦，这是赵主任啊，卫计委的赵崇光。赵主任。修老你好。听说过，听说过。啊。哎，修老，快请坐吧。来，坐，你们坐。就是。很抱歉，
我们2个人来晚了，是不是请杨主任把大致的情况给修老汇报一下？好，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。你爸这道菜我还真没吃过，不过你刚才说的这种做法倒也不复杂。这道菜有点中西结合吧。你把洋葱切完之后就在客厅待着，只要这个虾一好，其他的就都快。怎么了？怎么又哭了？洋葱辣眼睛。行了，放下吧，我来。来，出去，走。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我没事，你做你的饭。擦擦，千万别用手揉眼睛，要不你得哭1天。你也别闲着，来，把蒜包了。能哭出来是好事儿，你憋着不说话，那样子更吓人。要是哭能解决问题，我就在家哭上几天。很多年前在加州，我刚开始做大夫，在大外科轮转的时候，遇到过一个女病人。她全家都不许堕胎，也不许避孕。她19岁的时候就怀孕了，然后就辍学、生孩子、看孩子，再怀孕再生。11年中，她生了6个孩子。她的生活疲惫不堪，直到最后，她患上了抑郁症。不能避孕，太奇怪了吧？他们认为每一个孩子的到来都是神的旨意，但是他的信仰没法帮他战胜生活中的疲惫和绝望，他也没办法挑战家族的信仰。他害怕签字做了绝育手术后被家人发现，会到医院发现那份文件，所以他就求我瞒着她的丈夫和父母，偷偷的为她安装宫内节育器。然后呢？但是我不能违背原则为她手术，只能劝她和家人沟通。她为了找到心理医生和社工，希望问题可以解决。结果是什么？装了宫内节育器，采取了避孕措施，离婚了。她负担不起看心理医生的费用，家人也拒绝了社工的建议。半年后，我在急诊看到她的尸体。她腹中27周的胎儿也没能救回来。陈杰啊，我只能说，在生命科学里，只有尽力，没有完美。我们只能尽量的做到无愧于心，而无法保证最后的结果都毫无遗憾。
如果我这样做或者那样做，他可能还会健康的活着。这种念头我们都有过，以后也一定还会有。就像我无论怎么劝你，你都不可能忘记柳莲一样。但这也是我们职业中的一部分。这种遗憾和自责，跟那些感谢、成就，从零恢复到正常的心跳一样，我们永远无法摆脱。柳玲的新生儿正在 NICU 里24小时监护，恢复的还不错，大体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件事情，修老和副院长都清楚了吧？作为临床的职责，能管的就是治病。那我要说的是，我作为一个管理者，我能管的就是制度。每一个临床大夫都必须要在遵守制度的前提下治病。我要问的是，陆晨曦作为一个急诊大夫，他为什么会成为婴儿食道问题的主管大夫？他跟患者家属沟通的时候，怎么就会有决定权呢？这一点，陆晨曦并没有违反制度。我们有完整的病历和记录证明，柳玲母子的主治大夫不是陆晨曦，而是庄树教授。是这样，前不久，胸外科的陆晨曦调到了急诊。我在工作上特别倚重庄树教授，他负责的病人，我从来也不过问干涉。当然了，这是我的失职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庄大夫虽然医术出众，但是一个外籍专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制度，水平再高，也难免水土不服啊。说重点，说重点。啊，是这样，庄教授在美国医院签约的保险公司，对新生儿畸形的治疗和护理上面是全免费的，父母不用为账单发愁。一个外国大夫不会想到，一个1年之内需要进行2次手术的低体重儿，对一个单身母亲来说压力是巨大的。所以他要求陆晨曦说服柳玲，24小时之内给孩子进行手术，这是出于对孩子的最佳考虑。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中国单身母亲还要面临很多的问题。哎呀，你要这么说，倒是可以理解的啊。尝尝吧，看比你爸做怎么样。我现在吃什么都没味道。早说呀，我给你包饺子。堪比我爹。你是吃出了父爱吗？这次院里会对你做出一些处分，正在向人申报的讣告职称会撤下来。要是只撤职称就好了。这个孩子的治疗，可能还会由我们来负责。还由我们负责？可能吗？有可能。你是这方面最好的专家，幼儿条的手术大夫，你来主负责，我协助你。院里能同意吗？我跟杨主任谈过了，基于对病人负责的原则，表明了我的态度。怎么了？
承担了主要责任，对不对？这庄教授啊，是我从美国请过来的，他的失误我也难辞其咎。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会尽快向领导递交报告，做出书面解释。你先别忙着自我批评。这个庄教授作为外聘的专家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们院应该对他进行严肃的处理。是，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，庄教授也深感内疚。他请求辞去所有的管理职务，愿意面向媒体道歉。但是，他希望和陆晨曦一起，对这个孩子负责到底。毕竟，还有后续的治疗嘛。这件事情啊，也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啊。就是在我们和外籍专家合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到责权问题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，聘请越来越多的外籍专家。就这个专题，我们也讨论一下，尽快的出个报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这件事，庄教授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吧？对于合作的外国专家，需要考虑他们不了解中国制度和国情问题，这没有错。但说庄教授不了解中国的国情，我不同意。他回国的当天，把最新出台的医疗保险制度具体条文搞得清清楚楚，用于解决农村患者具体问题。谁说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呢？你已经离开胸外了，回来做手术，接受的是我的邀请。从程序上来讲，你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。你没有必要这么做。大家都知道，是我的责任，是2个人的责任。我担下来，只是免去管理职务，暂停我的学术讲座，还有在胸外科的话语权。这件事情的后果，我担得下，你担不起。还不错，没有跳起来指着我说：“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大不了我不干了。”你不反对，我就当让你同意了。同意了，后面的事儿就要配合。我刚才讲过的，只是庄教授经手的几个病人，大家都看得出，庄教授在工作中考虑周全，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，重视每个患者的具体需求和承受力。现在讨论与外籍专家合作的注意事项有意义，但是以他为例来说明外籍专家不合中国的国情，我不能接受。是啊，副院长讲的是根据庄大夫之前工作经验的推测，但是现在这件事情，我们有病案、签字、庄大夫亲口口述为依据，我也很惊讶，他这一次这么武断，但是证据在此，我只能尊重事实。庄教授爱惜人才，怕陆晨曦因为这次事件承担过重的处罚，这我理解，但是我不提倡，因为我相信，任何医院承担得起自己的错误，也保护得了任何大夫治病的权利。我已经以院长的名义通知所有的媒体，1个小时之后召开情况通报会，我会亲自向社会做出解释。
副院长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这次事件是个悲剧。悲剧的主要原因不在我们医护人员身上，但是没能阻止悲剧在仁和医院发生，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责任在于我的失职，作为院长，我管理不善；作为导师，没能在教学中要求大夫注意病人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。老傅啊，你不要太激动啊。这样跟媒体讲，恐怕是不妥的呀。陆晨曦是个好大夫，我们现在只是要解决问题呀。修老，您说呢？我同意傅博文这么做。必要的话，我可以陪他一块儿去跟媒体解释。还是尊重副院长的决定。如果能够跟媒体见面，消除误会，跟家属达成谅解，这也是好事儿。我们为此能留下了一位优秀的大夫，是不是很好呢？但处分我们是要给的。杨副院长，你觉得呢？是的，我觉得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，惩罚为辅，留院察看1年，停职1个月。记过处分，再扣发半年的奖金。领导们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啊。梁院长，您觉得呢？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媒体见面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要注意跟他们沟通的方式。媒体，我可以负责解释。停职1个月，我认为合理。不过在停职之前，陆晨曦需要给一个小病人做完手术，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这是个什么病人啊？在这个节骨眼上非要做手术，而且非要陆晨曦大夫不可。现在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林森这个小病人的情况。病人林森，6岁，因高处坠落伤输入院。体检和调查既往的病历，发现他患有纵隔肿瘤。小林森的手术很快就要做了，我希望由你来主导。可是，你这么做，杨帆还有其他领导能接受吗？我只能提出建议，上级领导能不能接受，还在开会讨论。在没接到正式通知之前，就有各种可能。我们现在能做到，只有等待。而你的任务是要做好给林森手术的准备。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怕我静不下心来手术，也看不进去这些资料。你必须强迫自己静下心来。我说过，结果无法改变，但是要做到无愧于心，不能等机会真的来了，你还没有把握。综上所述，病人林森已经出现了后纵隔肿瘤引起的并发症。
出现了呼吸困难、进食哽咽、霍纳综合症，而且肿瘤不排除恶性的可能，必须及时明确病理诊断，以免侵犯周围组织、转移等。要立刻手术，越快越好。我们同意立刻手术，但是现在陆医生不适合主刀，还是请另一位大夫吧，好吧？这个患者的家长啊，同意孩子接受手术，前提是陆晨曦必须做主刀大夫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，你仍在守候吗？什么